请进，请进。哎，您请进，请进。哎，白菜了啊！哎，新鲜的白菜啊！就是这儿。哎，客官，哎，您里边请。白菜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说到，这鬼子在教场口摆好了擂台，四周是布满了重兵。4个高台上架起了4挺歪把子机关枪，5名中国军人被五花大绑押上来。哎，来，你再往旁边看，那5个日本东洋武士，呵，一个一个是气势汹汹走上擂台呀！嘿，啊，你看看，就那5个东洋武士，一个个是呲着牙挺着肚子，嘿呦，好家伙呀！哎，你再往身上看，啊，这身打扮，啊，身穿黑色紧身武士服，再看脚底下，脚蹬黑皮裹腿软靴，好家伙，那真是不得了啊！啊，一个一个那是彪悍无比。哎，你再看身后，背着日本武士刀，这肚子上，嘿，还插着鱼皮鞘齿半短刀。说到这儿，各位，这不是在说咱都听清了吧？对呀，这擂台的阵势就算是摆开了，咱们都被编成输了。那场上的气氛就是忒紧张了。就在这鬼子等着5位大侠出现的时候，这时候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叫花子。您猜怎么着？这女叫花子说你们家手里宋姑娘拿着个破碗，颤颤巍巍走来。说来就来呀！您瞧，这哪儿呢？女妖大侠真的来了！哎呦，你可不是真是啊！别抬举我了，我要是真有女妖大侠的本事，还会要饭。哎，各位，咱们呐接着说。刚才我说到啊，就这个女叫花子是吧？手里拿着个破碗，颤颤巍巍就走了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嘿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抓住他！说的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是冲我们来的。你敢辱骂皇军宣扬抗日啊？我没有啊，我说的是三侠五义，您误会了。三侠五义，你说的是哪国三侠五义啊？啊？不是，我说的真是三侠五义，大伙儿都能给我作证。哎，你们说话呀！是你们要听三侠五义的？不是，哎，不承认。你们大伙儿倒是说话呀！啊！你们哑巴了？你们还是中国人吗？不是这个啊！哎，小子，哎呀，想干嘛？造反呢？哎呦！啊！有谁能给你证明？我说的真是三侠五义啊！这都能证明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吵什么呀？人家说的就是三侠五义嘛，怎么就没人给他作证啊？我就可以给他作证啊！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啊！切！哎呀，人家说的就是三侠五义嘛，你们为什么不给人家证明呢？啊？你，大叔，还有你，
还有谁呀？啊？二哥，手下留情，留他一条狗命吧，让他回去送个信儿。如果要是再跟小鬼子一起祸害百姓的话，就跟这个死鬼一个下场。快撤，撤！打得太漂亮了！哎，二哥，刚才天生的一下子太漂亮了，看见那说书先生了没有？谢谢女侠救命之恩，谢谢女侠救命之恩，真把她给当成女的了。这就是啊，学什么像什么。你看看那伪军头那德行，他要是不把我当女的的话，他敢到我跟前来耍威风，啊？所以我才轻而易举的下了他的枪。改明儿我也试试，装个娘们糊弄糊弄鬼子。杜大鹏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你长成什么样了？就你啊，扮女人首先得长得俊俏。你瞅瞅你，傻大黑粗，半母夜叉都不像。对，就是。哎，二哥，哎，我不就是高了一些，壮了一些吗？你行了吧你啊？你是一些吗？你笑一个，你让我跟二哥看看。咋笑？咋笑？像这样。你来一个。二哥，你看着啊。来。咦，嘿，哇！二哥，我受不了了，你笑得也太难看了，就你行，我都快吐了。你看你的样子，跟张飞似的。你们还笑得出来？啊？咋了？王营长叫你们过去开会。啥事儿啊？开茶会。王营长，他们几个到了。大哥，坐吧。嗯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邺城游击队的秦队长。几位大侠，今天可真是让我秦中开了眼了。听秦队长这话的意思，不是我们兄弟得罪过你吗？哼，得罪我那倒无所谓，只是别把任务当儿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拿任务当儿戏了？杜大鹏，等等，你们知道今天天生闯了多大的祸吗？闯祸？我闯什么祸了？你暴露了我们的行踪，敌人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到了邺城。你知道这为我们完成任务增加了多大的困难？是啊，如果让鬼子知道你们到这儿的目的，那后果就更难以想象了。本来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到鬼子的旅团部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可现在呢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。
所有的计划完全改变了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们来之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全都白费了，我们所有的准备都得推翻重来。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再做准备。为了在19号之前完成任务，我们只能是仓促上阵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流血牺牲。那啥意思啊？看着叔叔先生被小鬼子抓走，那小鬼子会杀了他的。就是这话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你们怎么还不明白？逞一时之勇救了叔叔先生，就可能导致任务的彻底失败。任务完不成，后果会怎么样？这你们总该清楚吧？我们肩负的是纵队首长给我们的特殊使命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大局，甚至是纵队的安全问题。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复仇者了。虽然说你们现在还不是正式的八路军战士，可你们已经是八路军战斗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你说说，要像你们这样，那我们这个集体，我们肩负的任务，就会毁在这种完全没有集体观念的冲动之中。大哥，我错了。你的动机没有错误，就是这个脑子里边吧，少了一根组织纪律性的弦儿。坐下吧。当然，问题的根儿还是在我这儿，是我没有给大伙说清楚。从今往后，大伙记住，咱们是一个整体，一切的行动要在计划之中，超出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做。如果要是非做不可，那就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。这种无组织、无纪律的事情，今后再也不能发生。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老秦，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了。这么大的大侠都认错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你们的本事我很佩服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老百姓把你们的故事都编成了书，四处传颂。所以，你们不能干那些现眼的事儿。